你害得芊芊受惊，就跪死在这儿，好好反省。我救了太子，穆家封了侯，可他们真让我跪死在了这里。滚！别挡正门，听不见，滚远点！连身像样衣服都没有，也敢认侯府的门？还杵着？真等我动手？成的是我的恩，助的却是他们。神经！你一回来，芊芊就病了。你不是我姐姐，我只有芊芊一个姐姐。前世我以为回到侯府就能有家可归，后来才知道我只是他们认定的灾星，最后活活被冻死在湖边。他们忘了，太子肯定不会忘。站住2年前，宝岩寺冲撞东宫车架，拿下！我曾送给殿下一张平安符。再胡言，格杀勿论！我是穆婉婉。住手！穆婉婉，退下。真的是你，你没死。民女命大，侥幸活了下来。先进府，换穿干净衣服。穆小姐，奴婢伺候您更衣，我自己来。奴婢就在外面，小姐有事吩咐。2年前，你替孤隐开死事，父皇感念此恩，封穆家为承恩侯。民女听说了。如今你回来了，可有什么想要的？民女不敢求别的，只想回家。拿着。多谢殿下。日后若有难处，带着他来见顾。这一世，我不是空着手回去。绿竹，送穆小姐回承恩侯府。是。穆婉婉，这一次不必再怕。臣女记下了。东宫的车，你怎么会从东宫车上下来？去禀承恩侯，太子殿下命奴婢送穆小姐回府。婉婉，娘，我心口疼。芊芊，快传府仪。承恩侯，太子令旨还没传完。太子殿下有令，穆小姐死里逃生，乃天佑善人，承恩侯府当以嫡女之力迎回，不得怠慢。侯爷，穆小姐该从哪道门进府？自然是正门。开正门，迎大小姐回府。王，这2年父娘一直惦记着你，你能回来真是天大的好事。让父亲担心了。芊芊，心口还疼吗？我没事，姐姐回来是好事。芊芊不能扫大家的兴。姐，方才是我不好，害爹娘担心了。芊芊自有身子弱，你刚回府，许多事还不清楚，以后姐妹之间要多担待。原来这位就是芊芊妹妹。婉婉，芊芊是你族叔家的女儿。2年前你出事后，你娘病倒，多亏芊芊日日照看。还有你大哥遇险那次，也是芊芊替他挡了一遭，才落下心疾。他是侯府的恩人。爹爹别这么说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父亲的意思我明白了。芊芊妹妹救了母亲和兄长，是侯府恩人。那我救了太子，换来这座侯府，又算什么？自然也都是恩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今日你才回府，不说这些。奴婢还要回东珠复命。穆小姐，殿下吩咐，穆小姐身子弱，侯府需好生照看。请殿下放心。娘，姐姐刚回来，定然很累，要不让姐姐先住我的千华院吧？不行，你身子不好，千华院最适合你。婉婉的院子可收拾好了？倒是还能收拾出来。妹妹啊，你先委屈几日，等收拾好了再给你添些东西。母亲安排的自然是好的。好，只是我才回府，对侯府不熟，也想多亲近母亲几日，不知母亲可愿陪我去偏院住几天？你也配？娘什么身份？怎么能住那种地方？原来母亲也知道偏院住不得。那我呢？府里没地方，暂住几日怎么了？暂住几日怎么了？若芊芊妹妹回来的突然，也住偏院吗？她身子弱，怎么能住那种地方？云泽，姐姐，都是我不好。若姐姐介意，我现在就搬出千华院。胡说什么？你心急未愈，怎能搬来搬去？芊芊都愿意让院子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说过要她让了吗？父亲，女儿才回府，不敢争院子，只是太子殿下才命绿竹姑娘送我回来。若明日东宫问起，救命恩人住在侯府哪处，父亲打算怎么回？夫人，重新安排。可府里正经院子确实住满了，那就先住你院里。爹，娘的院子怎能让她住？她是侯府嫡女。多谢父亲母亲，那便先住我院中侧房。姐姐能陪在娘身边也好。祖母夫人回府对吗？灵猫。祖母明日回府对吗？是。听说老夫人还从宝贤寺请回了一只灵猫。灵猫？那就让祖母亲眼看看，这位姐姐到底是福还是祸？祖母，芊芊好想您。还是芊芊最贴心。婉婉拜见祖母。回来了就好。祖母，
这就是您从宝岩寺带回来的灵猫？不得无礼，它叫四空，是宝岩寺高僧养在身边的灵猫。祖母放心，芊芊一定帮您好好照看四空。明日寿宴有它在，也添个好彩头。东西拿到了吗？小姐，都在这里，猫闻了会燥得很。明日寿宴，把它放进木婉婉的香囊里。姐姐才回府，不懂规矩，冲撞了灵猫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奴婢明白，明日我要祖宗亲眼看到他回府就是不行。大小姐，夫人命奴婢给您送安神茶，放下吧。又来了。明日寿宴，别让我失误。祖母，四空今日愿意陪您过寿，可见祖母福气深。还是你会说话。孙女祝祖母福寿安康。有心了。祖母，姐姐死里逃生回府，今日又正逢您的寿辰，这可是双喜。不如让姐姐也向四空行个礼，讨个好彩头。若四空亲近姐姐，也算给侯府添福。婉婉，你若不愿意，也不必勉强。娘，有什么可不愿意的？他若真有福气，四空自然会亲近他。小弟，别这样说姐姐。既然如此，婉婉，你就过去吧。他怎么一直看着穆大小姐？这猫眼神怎么怪怪的？姐姐，你别怕，四空平日很乖的。婉婉，小心些。祖母，四空怎么突然这样？姐姐是不是哪里冲撞了他？姐姐是不是冲撞了四空？这猫怎么回事？这哪里像是冲撞？四空分明很亲近穆大小姐。芊芊妹妹方才说我冲撞了四空，我只是担心姐姐，可四空还没碰到我，妹妹就已经说我冲撞了她。姐姐误会我了，我只是怕你受伤。四空，你怎么了？他怎么冲着二少爷去了？方才对大小姐还好好的。娘，我怕！快把四空抱住！芊芊，你方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祖母，我只是怕姐姐受伤，一时说错了话。姐姐才回府，我怎么会害姐姐呢？可四空方才亲近的是大小姐，倒是二小姐一靠近，四空便躁了。不过是一只猫，能说明什么？住口！不得对四空无礼。二小姐捂着的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普通香囊。芊芊，把香囊拿出来。祖母连我也不信了吗？若没问题，拿出来便是。这里面有刺激猫儿发燥的草味。芊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他，一定是他换了我的香囊。我从进厅到现在没有碰过妹妹。四空！芊芊，也不能你方才要刺过去吧？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怕了。再怕，方才他那眼神可不像是怕。四空是宝岩寺高僧身边的灵猫，若真伤了他，侯府如何交代？都愣着做什么？去找四空！娘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先起来吧。我不碰你。四空，四空在哪儿？都别过来。四空，方才连下人都不让碰，怎么偏偏只亲近大小姐？我只是担心四空。四空从不无故伤人，除非那人身上有让他发狂的东西。姐姐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换了我的香囊？这局原来是冲着大小姐来的。昨夜我的香囊也被人动过，好味一样。大小姐提前发现，今日被咬的怕就是她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妹妹方才说我冲撞了四空，可那时候四空还没碰到我，妹妹怎么知道她会伤人？老夫人，是奴婢一时糊涂，想替二小姐出气，才动了大小姐的香囊。翠芳，你怎么能这样害姐姐？我昨日才回府，你为何这么恨我？翠芳拖下去严审。老夫人饶命，小姐救我！芊芊，你受了惊，也伤了脸，先回院里养着。
是，芊芊告退。穆大小姐今日倒是沉得住气，刚回府就遇上这种事，难为她了。今日多谢穆大小姐安抚司空。老夫人，长乐侯府世子到了。宋承锦来了，那就让他看看谁才是被欺负的那一个。芊芊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是谁伤了他？穆萱萱，是你！世子，不怪姐姐，芊芊不是那样的人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替他说话？宋世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他一回府，芊芊就没安生过。你才回侯府，就容不下芊芊？世子刚来就已经断定是我做的。芊芊心善，从不与人为难，除了你，还有谁会嫉妒她？我嫉妒她什么？嫉妒她住在我的侯府，嫉妒她叫着我的爹娘，还是嫉妒她站在我的未婚夫身后？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和世子清清白白。你别把话说的这样难听。芊芊温柔良善，我关心她，有何不可？若我没记错，和世子有婚约的人是我，那宋世子这般护着二小姐，确实不妥。世子以什么身份护她？我……姐姐，别逼世子了，都是我的错。芊芊，不许胡说。穆婉婉，你明知芊芊身子弱，还拿婚约逼她。我只是在为世子一句实话。世子，算了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我想娶的人是芊芊，所以世子要换婚约。是。世子，你不必为了我做到这一步。我不会让你受委屈。王王，这婚约就是长辈所定，既然承锦和芊芊两情相悦，不如废了我与宋世子的婚约。今日诸位贵客都在，也好做个见证。从此以后，我与宋世子婚嫁各不相干。一言为定，倒像是等不及了。可别忘了，长乐侯府能有今日，也沾了穆大小姐救太子的恩。婚约我还你了，可宋家借我的那份体面，你还得起吗？穆婉婉，退婚是你自己答应的。是我答应的，所以今日之后，若有人说我纠缠长乐侯府，还请诸位替我作证。自然。世子，别说了，都是我的下娘，一出事就晕，倒也巧。若芊芊有事，我放过你。世子还是先想想今日的话怎么同长乐侯府交代。小姐，奴婢已经按您吩咐认了罪。认罪有什么用？今日丢脸的是我。既然猫不听话，那就换个没人能替他说话的罪名。今晚把他放进穆婉婉房里。为什么留下看着你的手牵手走过爱我，不要丢下我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奴婢在大小姐房里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姐姐房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会不会是看错了？搜。打开。慢着，既然是在我枕下发现的，就由我亲手打开。这是禁物吧？穆婉婉，你才回来就敢在府里藏这种东西？姐姐，你是不是怨祖母和娘？可你也不能做这种事啊！婉婉，你自己说这是什么？愿母亲与祖母长乐安康。这是我给祖母和母亲做的祈福偶。谁知道是不是你临时绣上去的？昨夜才塞进我枕下的东西，我怎么临时绣？昨夜？我昨夜发现它时已经做了记号。你昨夜就发现了？我也想知道谁半夜进我房里，把它塞进我枕下。姐姐，会不会是下人误放？你刚回府，何必把事闹大？方才说我怨祖母和母亲的人也是妹妹。昨夜谁进过大小姐屋里？查。老夫人，守门丫鬟说3更后有人进过大小姐屋里。谁？昨夜3更，你进大小姐屋里做什么？奴婢只是路过。守门丫鬟说，你进屋后待了好一会儿才出来。翠芳，你昨夜不在我院中守夜，跑到姐姐房里做什么？这个是你放的？是奴婢看大小姐不顺眼才放进去的。她昨日才回府，与你有什么仇？昨日香囊局你也说是你，今日布包又是你。翠芳，你到底有几条命够替人顶罪？说。布包从哪里来的？奴婢自己做的。这针脚不是普通丫鬟能绣出来的。这不是翠芳的手，那是谁的？
这针脚细密，像是长袖经文的人。娘，我没有。祖母寿宴前，芊芊妹妹不是亲手绣了一卷佛经吗？不如拿来比一比。姐姐，祖母寿辰已过，那卷佛经是我诚心绣给祖母的，怎能拿来和这种东西比？穆婉婉，你别太过分，芊芊一片孝心，也要被你拿来羞辱。若针脚不同，自然能还芊芊妹妹清白。娘，我真的没有。去千华院把佛经取来。这卷经你绣了半月。祖母，芊芊对您的孝心从来没有半分虚假。看，如何，惠夫人？针脚走向、收线习惯都很像。娘，针脚相似而已。府里会绣经文的人那么多，不能凭这个疑我。你说布包是你自己做的，可这布偶的针脚像你家小姐的佛经，你要继续替她认，还是说实话？翠芳，我平常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这样害我？翠芳。奴婢只是按吩咐把布包放进去，奴婢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你胡说什么？谁吩咐你了？我只是被他气到了。一个丫鬟潘瑶而已，你们怎么都信了？谁敢逼芊芊？世子，身子弱，你们还要审他到什么时候？宋世子，这是承恩侯府内宅。老夫人，芊芊柔弱善良，绝不会做这种害人的事。宋世子进门到现在，可曾看过一眼证据？这些东西谁都能伪造。所以世子今日来，是替长乐侯府问案，还是替芊芊妹妹撑腰？世子算了，姐姐若一定要疑我，就让她疑吧。这样忍让，才让人欺负到头上。昨日宋世子才与我废婚，今日便闯进门妹妹压证据，这是公道还是私情？布偶、佛经、翠芳全部封存，待绣坊掌柜回京再验。芊芊，你先回院里养着。我不会让你受委屈，今日这笔账我记下了。世子记账之前，先记清楚欠账的人是谁。侯爷，宫里来人了。臣妇接旨。皇后娘娘懿旨，召穆家大小姐穆婉婉明日入宫赴牡丹宴。小姐，侯爷说明日只让大小姐入宫。皇后召的是穆家女儿，我也是穆家的小姐。去母亲院里。芊芊，娘，我知道自己不该姐姐，可姐姐回京，宫中规矩不熟，若她在娘娘面前出错，丢的也是侯府的脸。我只想陪姐姐，不抢她的风头。要不要禀侯爷？明日把她想要的那套首饰也备上。大小姐，她是想抢您的风头，那就让她抢。皇后娘娘点名召的是婉婉，芊芊去做什么？她说想照应婉婉。爹，芊芊熟悉京中礼数，陪她去也好。昨日寿宴闹成什么样，你忘了？父亲，让芊芊妹妹同去吧。你愿意？妹妹一番好意，女儿不好服她。算你还懂点事。只是入宫后，一切都按宫中规矩来。明日谁若失礼，自己担着。穆大小姐，皇后娘娘等您许久了。有劳嬷嬷。这位姑娘是谁？臣女穆芊芊，是承恩侯府二小姐。皇后娘娘继位奉诏，二小姐召的怎敢越过大小姐，先行上前？她不是嫡女，我还以为皇后娘娘召的是她呢。听说承恩侯府的爵位是因穆大小姐救太子得来的，那为何这2年出风头的一直是二小姐？承恩侯府穆大小姐到，臣女穆玄闪拜见皇后娘娘。抬起头来，你就是2年前在宝岩寺救下太子的穆沾沾。回娘娘，正是臣女。本宫听闻穆家因你得封承恩侯，皇恩浩荡，是穆家之幸。你倒是不揽功，侯府嫡女入宫穿的倒是清素。臣女初回京，不敢张扬。宫门前是谁先上前行礼？回娘娘已提醒过，娘娘召的是穆大小姐。娘娘恕罪，臣女只是担心姐不熟宫规，一时心急。担心她不熟宫规，所以你便越过她。穆婉婉，她在侯府也常这样替你做主。芊芊妹妹心善，府中人都疼她。府中人都疼她，那疼你的人呢？去查，穆大小姐回府这几日住在哪里，吃什么用什么。查到了。回娘娘，穆大小姐回府后，原本被安排在西北偏院。救太子的人回府住偏院。穆二小姐方才说侯府只是一时安置不周，臣女不敢妄言，只是姐姐才回府，一切确实仓促。偏院也是仓促，刚回府的亲女安排去偏院，确实不像话。义女倒是穿得比嫡女还体面。既是库中取一套义士恩人，便该有救命恩人的体面。穆大小姐，娘娘这是在给您体面。臣女明白，明白就好。宫里看的是规矩，也看人心。皇后娘娘亲自赐衣，这份体面可不轻。
刚才那位二小姐还想越过他呢。臣女谢娘娘赐衣，这样才像承恩侯府真正的大小姐。过来，让本宫瞧瞧。当年太子回宫后，曾向本宫提过你。他说宝岩寺那夜是一个小姑娘替他引开追兵。臣女当年年少，只知殿下不能有事。你说的轻巧，可你这一跳换来了穆家满门富贵。穆二小姐，你未奉诏入宫，又越过嫡姐，便退到莫席，好好想想宫规。臣女领罚。娘娘，太子殿下到了。来得正好。儿臣见过母后。免礼。当年救你的人，如今站在这里，你可还认？认。2年前，宝岩寺外，是穆婉婉穿上孤的外袍，引开杀手。若无他，孤未必能平安回京。殿下言重，臣女当年只是情急之下做了该做的事。你拿命换来的功劳，不该被一句该做的事轻轻解过。听清楚了吗？穆家封侯源于穆婉婉救太子，可他回府后住偏院，义女倒比嫡女更像侯府小姐。住偏院，本宫方才命人查了，他回府后原是要被安置到西北偏院。承恩侯府就是这样待孤的救命恩人。太子，你觉得该如何赏他？他不缺一时赏赐，那他缺什么？缺一个无人敢轻视的身份。无人敢轻视的身份。穆玄贤可曾婚配？回皇后娘娘尚未婚配。回娘娘原与长乐侯府世子有婚约，前日已当众作废。太子，儿臣在。若本宫让穆闪软入东宫做你的太子妃，你可愿意？儿臣愿意。你可想清楚了，他才回京，侯府根基也薄。儿臣要娶的是穆婉婉，不是承恩侯府。当年他能舍命护儿臣，今日儿臣也能护他一世安稳。穆婉婉，臣女在。太子亲口应下，你可愿？臣女愿意。你旨是。他刚退了并长乐侯府婚约，世子怕是回也来不及了。穆二小姐，穆闪是未来太子妃，亦是承恩侯府嫡女。往后在人前，你该知道自己的位分。臣女记下了。母后，承恩侯府那边也该知道此事。自然。传本宫懿旨，即刻送往承恩侯府。奴才遵旨。另告诉承恩侯，本宫不想再听见未来太子妃在侯府受半点委屈。皇后娘娘懿旨，穆氏婉婉救太子有功，品行端正，赐为太子妃人选。娘娘口谕，未来太子妃回府不该住偏院，也不该被义女越过体面。臣谨记娘娘教诲。偏院是谁安排的？当时府里院子确实住满了。千华院住得下一个义女，侯府却住不下亲生嫡女。爹，芊芊身子弱，千华院本来就适合她养病。闭嘴！你再为了芊芊得罪未来太子妃，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大小姐院中的用度，按太子妃旨重新备，今日就办。是。世子，宫里传出消息，皇后娘娘赐了穆大小姐太子妃之位。你说谁？承恩侯府大小姐穆婉婉。她成了太子妃。程姐，你到底退掉了什么人？婉婉，从前是娘疏忽了。母亲言重。穆小姐，太子殿下命奴婢送些日常用物，劳烦绿竹姑娘。穆小姐如今仍住侧房，只是暂住。千华院那边还在收拾。夫人昨日也是这样说的。绿竹姑娘不必为难母亲，侧房已经比昨日好许多。穆小姐觉得那好，仍暂居侧房。千华院陛下尚未腾空，绿竹姑娘，此事能否先缓一缓？侯爷已经在安排。殿下，奴婢已从承恩侯府回来。她住进主院了？还没有。说清楚。穆小姐仍住夫人院中侧房。千华院今日虽开始清点，但尚未腾空。穆夫人有拖延之意，三公子仍护着二小姐。承恩侯府上下似乎还未真正明白穆小姐如今的身份。皇后赐婚之后，他们还敢拖？备车。殿下要传承恩侯入东宫问话。不必，孤亲自去承恩侯府。太子殿下到。臣恭迎太子殿下。穆婉婉在哪？婉婉在内院休息，臣这就命人去请。不必，带路。请。殿下，千华院今日已经在清点，只是东西繁杂，一时还未搬完。姑问你，穆婉婉现在住哪里？暂住夫人院中侧房。夫人院中侧房，是臣妇安排不周。臣女见过殿下。这就是侯府给未来太子妃备的住处。
臣安排不周，请殿下恕罪。你就住这里？已经比昨日好了许多。孤听闻侯府义女住在千华院。殿下，芊芊身子弱，千华院适合她养病。她身子弱，所以住主院。穆闪转受过伤，流落2年，回府住侧房。这就是承恩侯府的规矩。你们承的到底是谁的恩？臣有罪，臣今日便让千华院腾空，迎婉婉入住。侯爷，今日就搬，芊芊身子怕是受不住。夫人心疼谁，姑看得明白，记下。是。今日之内，千华院腾空，臣遵命。若再让姑听见她受半分委屈，承恩侯府这个爵位也不必留了。臣不敢。今日先搬院，若还有不妥，派人去东宫。臣女谢殿下。还跪着做什么？去千华院。是。侯爷有令，千华院今日腾空，2小姐即刻迁去清河院。即刻？是。你们轻点，谁敢弄坏芊芊的东西？三公子，这是侯爷和太子殿下的意思。娘，这里不是我的家了吗？牌匾也摘下，等大小姐入住后重新定名。芊芊，姐姐，拿回去了，可要守得住。小姐，药来了。以前在千华院，药砧都是白玉的。听说大小姐今日就要开千华院了，以后那院子该换主人了。芊芊，我让人去城南买了你爱吃的杏仁酥。小弟，现在也只有你还惦记我。爹就是怕太子才委屈你，等过几日风头过去，我再替你。没用的，姐姐如今是未来太子妃，谁还敢替我说话？会摔下来。二小姐，这是我家世子给您的信。宋承锦说什么？他说让我安心。世子还有话让你带。世子说最近太子和皇后都盯着侯府，让小姐先别再闹出动静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嫌你拖累他？他怕了。从前他说只要有他在，谁也不能欺负我。如今穆婉婉成了太子妃，他连信都不敢多写一句。我去找他。别去，男人靠不住，就要让他不得不靠住。你想做什么？小姐，您这几日是不是身子不适？奴婢记得小姐的月事好像迟了。去请大夫。小姐，这事若传出去，就是要传出去。你疯了！小弟，若我有了宋家的孩子，宋承锦还敢躲吗？这种话不能乱说。小弟，宋承锦已经想躲了，他让我安分些，可我若真安分，就会被他们一起丢掉。去请大夫。小姐，若侯爷知道，怕是会生气。我要的就是让他知道。芊芊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只想活下去。大小姐，清河院请了大夫。谁病了？说是二小姐身子不适。奴婢听见清河院的人说，二小姐月事迟了。这话传到父亲那儿了吗？已经有人去前院了。侯爷，清河院请了大夫，说二小姐身子不适。又是心急。听清河院的人说，像是有孕之兆。把人都带去清河院。芊芊，怎么回事？娘，我也不知道。让开。二小姐脉象有些虚浮，还需再诊。爹爹，不必为难大夫了。若真有孩子，也是宋承锦的。你再说一遍。爹爹，我和世子是真心相爱。真心相爱？你还未出阁？芊芊，这种话不能乱说。娘，我没有乱说，世子说过会娶我的。芊芊，宋承锦真的碰过你？他到底有没有孕？脉象未定，还需过几日再诊。来人，是去长乐侯府，请宋承锦过来。他若敢不认，我不会放过他。你先问问他，宋承锦知不知道这件事？承恩侯府说穆二小姐可能有了身孕，还说孩子是世子的。他当真这么说？别撤，去承恩侯府，脉没定之前，谁也别想逼我什么。小弟，只有你还信我。宋世子到了。世子，宋世子，芊芊说她腹中孩子是你的，大夫可确定她真的有孕？宋承锦，芊芊都这样了，你第一句问这个？此事关乎两府名声，自然要问清楚。世子，你不信我？我不是不信，只是要有凭据。大夫，再诊。芊芊别怕，有我在。说，
二小姐脉象浮乱，确有虚弱之象。那就是有孕。夫人，虚弱不等于有孕，说清楚，此脉不像喜脉，更像是用了伤胃扰脉的药。你胡说，娘，她是不是被姐姐收买了？大夫，桌上那碗药也能看吗？拿过来。这药里有扰乱脉象的东西。世子，我没有骗你。芊芊，这药是谁给你的？小姐，奴婢只是按您的吩咐煎药。你自己吩咐的？爹爹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这药有问题。我平日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小姐，是您说，只要脉象像了，宋世子就一定会认。脉象像了？不是的，世子，你听我解释。宋承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要把事情查清楚。他为了你受了多少委屈？你现在说查清楚？若他真的有孕，我自然会负责。可现在是有人用药造假，这种药能不能查出从何处来？侯爷，此药常见，但若查药房出入，应能查到是谁取。是他，一定是他私自取药。小姐，奴婢不敢。要是清河院小厨房煎的，方子也是您让奴婢收着的。搜，这几味药合起来确实能扰乱脉象，让人误以为有孕。看。芊芊，我只是怕你们为何要这样？娘，我从千华院搬出来，宋世子也不敢来见我，我没有办法了。你替他传信？不是，小弟只是心疼我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三弟，你一直以为自己在护他，可他连假孕这种事都敢把你拖进去。世子，你明明说过会娶我，你不能现在不认。我说过会娶你，可我没有让你假造有孕。你这是要撇清？我不能替他认下没发生过的事。传药房的人来。是。小弟，你信我对不对？你先告诉我，药房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弟，我不是故意瞒你。你说只是给宋承己报平安。这些药是谁取的？回侯爷，是清河院的人来取的。你胡说！小人不敢胡说。清河院的婢女说，是二小姐近日心悸难眠，要按方抓药。谁给你的方子？是二小姐亲手给奴婢的，奴婢只负责煎药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平日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假的。我只是怕你们不要我。骗我传信，骗我现在连有孕也是假的。您回来以后，你们都变了。是我们变了，还是你一直在骗我们？宋世子，这件事你怎么说？世子，你说过会娶我的。我说过会娶你，可我没让你假造有孕。若今日之事是假，那便是你欺瞒梁府，此事与长乐侯府无关。世子，你说什么？你假造有孕，欺瞒侯府，也欺瞒我。你说过会娶我，我确实想娶你。你当初护她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三公子，我护的是受委屈的芊芊，不是满口谎言的穆芊芊。宋世子这话是要把自己摘干净。侯爷，若她真有孕，我自然负责。可如今大夫已验明是药物扰。可你逼我到这一步，我何时逼你？你让我安分些，让我别再来信。我被赶出千华，你不来；我的奋力被削，你不问。所有人都去捧穆婉身，你却让我安分。芊芊，风声正解，我让你安分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你怕太子，怕皇后，怕长乐侯府被我拖累，都是你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若不回来，千华院是我的，宋城镇是我的，爹娘和小姬也都是我的。你一回来就抢我的院子，抢我的身份，现在连太子妃的位置也成了你的。我的东西什么时候成了抢你的？你够了！不够！你们说疼我，可太子一来，你们就把我赶去清河院。娘说我是你的女儿，可皇后一句话，你连抱我都不敢。还有你不是说会永远护我吗？我护你，是因为我以为你真的被欺负。可你把我当刀使！侯爷，今日之事既已查明，长乐侯府不会认下假孕污名。宋承姐，至于婚事，也需从长计议。从长计议？你当众说要娶我时，怎么不从长计议？你护着我骂穆展展时，怎么不从长计议？你现在想撇清，晚了！你们一个个都想推开我，那就谁也别干净。你们现在都怪我。灵猫那次，若不是我把药草放进它香囊，它早就该被4口咬伤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拿下！娘，救我！娘，救我！小弟，你躲我！你先前说灵猫那次是你放的药草，我是一时气话。那布偶呢？香囊呢？假孕呢？也是气话。我替你骂他，替你打他，替你去闹，到头来我才是最傻的那个。不是的，小弟，我是真心疼你。娘，我只是怕失去去。你若在乎他，就同他一起去祠堂跪着。娘，芊芊，你为什么要害婉婉？他一回来，你们就都不要我了。放开我，我是侯府小姐。侯府小姐，你差点害侯府失爵。从今日起，清河院封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任何人探视。拖出去。穆婉婉，他们欠你的不比我少。清河院封院
穆芊芊身边人全部审清。是。从今日起，谁再为了穆芊芊为难婉婉，就一并按家法处置。婉婉，今日让你受惊了。父亲言重。婉婉，娘从前是糊涂了。你刚回府那日，娘认出你了。娘只是看见芊芊晕倒，一时慌了。你那时站在门口，一定很难过。母亲现在才问，已经晚了。酸婉，娘错了，你再给娘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那一声娘，我早已经喊完。父亲、母亲，若无旁事，女儿先回院中。等等，灵猫那次，布施那次，还有今日贾月，每一次我都站在他那边。我骂你、拦你、帮他逼你，我以为自己在护姐姐，可我护的根本不是我姐姐。你刚回府那天，我推了你，我还说你不是我姐姐。我现在知道错了，姐姐，别这样叫我。你从前只认穆芊芊一个姐姐，我那时糊涂。现在她不值得你护了，你才想起我是你姐姐。那我以后还能补偿你吗？你认不认我已经不重要。侯爷，太子殿下到府。我来接你。殿下怎会亲自过来？怕你又被人留下。婉婉，你今日就要走吗？母亲保重。穆小姐，这是宫中上一局送来的婚服样料，殿下命奴婢先带来给您过目。婚服？父皇母后已经定下婚期，何时？3日后。殿下，婚期既定，侯府定会好好为降王准备嫁妆。他的嫁妆，东宫和宫中都会备。侯府只需记住，别再让他受委屈。臣谨记。这3日，你不必再回侯府。你的嫁衣由东宫来备。穆小姐，皇后娘娘吩咐，婚服尺寸今日便定，若有不合身之处，即刻改。这是娘娘亲自选的纹样，殿下说若小姐不喜欢，可以重选。不用勉强。不勉强。穆小姐气度沉稳，穿这身婚服一定好看。殿下，长乐侯府世子在东宫门外求见。求见谁？求见穆小姐。宋世子说，有一句话必须当面同穆小姐说。宋世子，殿下未宣，不得入内。我只见穆婉婉一面，说完便走。告诉他，我有话要问他。你要见姑的未婚妻？臣只想同穆小姐说一句话，她不想见你。殿下怎知她不想？因为她若想见你，此刻站在这里的人就不会是姑。侯爷，殿下未宣，不得入内。劳烦同传，侯府来给婉婉送嫁妆。还有她小时候的东西，我想亲手交给她。我也有东西想还她。殿下，承恩侯带着侯府嫁妆在门外求见。见还是不见？见吧。殿下，这是侯府为婉婉备下的嫁妆。婉婉，这些是你小时候的东西，娘一直收着。你小时候总爱攥着它睡，娘没有忘。这是你的，我以前不知道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现在我知道错了。姐姐，从前是侯府亏待你，这些嫁妆不算补偿，只是侯府该给你的体面。你是侯府嫡女，出嫁不能让人看清。父亲、母亲、3公子，这些东西来得太晚了，你认不认我已经不重要，嫁妆也不必送了。我的路已经不靠侯府铺。轩辕，娘只是想再为你做一点事。母亲保重。你真的不回头了吗？前世我回过头，没人来。绿珠，殿下，把侯府的嫁妆原封送。传令，殿下请吩咐。太子妃嫁衣由东宫亲备。殿下，太子妃婚服已成，皇后娘娘请穆小姐即刻试衣。去试试。不想试就改日。不用，穆小姐，奴婢伺候您更衣。穆小姐，这身很合适，殿下和娘娘眼光都好，是很好。很好看。太重了。礼服重，身份也重。从明日起，没人能再把你送回雪里。听说太子妃婚服已经成了，明日太子亲迎，整个京城都要看。二小姐，侯爷有令，不许出门。今日我迎你入宫。吉时到，太子亲迎，目视婉软，救太子有功，品性端方，册为东宫太子妃。臣女穆婉婉，谢陛下，谢皇后娘娘。请太子妃受册。
让我跪死在那里。她只有芊芊一个姐姐。那场雪到此为止。往前走。好。从今日起，你是东宫太子妃。臣妾谨记。儿臣会护好她。莫负今日。儿臣谨记。恭贺太子殿下，恭贺太子妃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我终于走出来了。以后只走前路。我曾死在冰皇边，今生我不再回。